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前者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贺锦丽总算把他的副手人选给公布了。昨天我们看到他公布的人是谁呢？华兹啊，有一点点爆冷门，他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哦。不过他公布之后呢，当然民主党里头是一片欢欣鼓舞。第一天据说就狂吸了6.5亿的资金，很多人都内给他们哦，像是这些周边的商品啊，也都推出了一顶帽子，2人的联名帽，每一顶卖40块美元，好多人上去买呀。我们看到这个华兹过去在不仅是台湾哦，在美国其实知道他的人也很少哦，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邻居阿北这样的形象哦，在美国政坛。那我们看到他的背景比较特殊的是，曾经在中国大陆教过书，而且过去在2023年之前，他每一年都会到中国大陆去哦，至少待1个月，他会说中文。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他的这个首战必须讲他第一次亮相，他到底对着大众说了什么话？中间有中文哦，我们来看看。Violent crime was up under Donald Trump. That's not even counting the crimes he committed. He doesn't know the first thing about service. He doesn't have time for it because he's too busy serving himself. You know it, you feel it. These guys are creepy and yes, just weird as hell. And how much?讲一句你好吗？那是从网站上我们抓下来的。过去，有人说他会讲中文，可是那个流利的程度可能没有这么的流利，只是他应该算是知中派吧。如果严格讲起来是这样。你看到他第一次在宾州跟选民见面，他就担任起攻击手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攻击川普啊，毫不留情。不过某种程度，川普的阵营也松了口气。为什么？因为过去大家在点名说贺锦丽可能选夏皮洛啊，如何，因为夏皮洛他是宾州州长，那宾州这个摇摆州现在呢，共和党、民主党都还在争取当中。如果这个夏皮洛变成了贺锦丽的搭档，对川普来说会有一点点紧张。那现在CNN 说川普其实松了一口气，因为现在宾州啊，到底共和党可以拿下，还是民主党可以拿下，不知道。而另外我们看到奥运奥运某种程度也是国力的展现呐，各国的选手在这边角逐，就是他们的软实力嘛。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中是不是也在这个竞技场上展现国力呢？的确是因为俄罗斯不能来被这个抵制嘛没办法出赛。我们看到美国的桌球女子代表队里头所有的成员几乎都是华裔的，因为华裔打桌球这件事情的确是很厉害那这个美籍华裔的乒乓球女将宋家瑜他就讲说我超爱樊振东，樊振东因为是第一把手嘛，我从10岁就看他打联赛啊，我好喜欢他希望我们可以配一次这个混双那我的梦想就成真了。而另外还有一个争议点，因为这一次中国大陆的小将勇将游出了非常好的成绩，世界第一，所以你看到飞鱼这个飞鱼这个菲尔普斯他就讲了一些话，有人解读说他其实是酸或者是一些很怀疑甚至是轻蔑的语气说有一些人这个可能怀疑有药检没过或者过去有药检被验出有药的记录那个时候就应该终身禁赛很明显的他把矛头菲尔普斯把矛头给对准了中国大陆的选手所以这个暗中的一些酸言酸语还有较劲不断的在这一次的奥运的台面下，或者是在论坛或者是在网络上面发酵。那中国队的表现是不是因为太好而引起西方很多国家的眼红呢甚至我们看到球拍被记者踩断，这种事情怎么会在奥运的场上发生呢？可是它就活生生的发生了这是中国大陆的球王王楚钦桌球球王他的球拍被记者踩断那甚至还有一个瑞典的女摄影记者正面去冲撞他
所以这个事情你觉得不可能、不可思议，可是都发生了。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的反应当然很大哦，因为球迷啦包括在这个social media 上面都很生气呀那律师就说，如果是中国人就可以受到中国法律调查，可是现在没有办法，是在国际的场域上所以你看到包括球拍被踩断之后，王楚钦他在奥运男单大爆冷门，止步32强。而这2个人，王楚钦跟孙颖莎他们后来混双有拿下金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评论，包括沈毅他是复旦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他就讲了，他说：“对啦，竞技体育是大国竞争的缩影，所以巴黎奥运会只是开始而已，因为中国强盛起来了嘛这只是开始啊所以它只会越来越强。”所以呢，包括他也认为选手在奥运中遭遇到的抹黑打压就是中国对外部环境的一个缩影那你可以看到现在中美澳的这个贸易战啊，或者是西方世界、西方国家对中国其实怀有恶意或者甚至是有很多的这个民间上面也很不友好就是现在中国大陆所处在的一个处境是这样子吗？来，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包括从奥运的一个启示，还有美国大选，贺锦丽的副手，你怎么评价？Waltz 他其实去过大陆教书，而且是在别人都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是当时6·4的时候，然后他还反而去那边教书，还继续留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算是对中国大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是你说他因为这样就亲中吗？也未必，恐怕未必。因为他其实，如果你去看他最近一些言论，他一样也是反中派，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现在的政坛，不管他内心到底真的是怎么想，基本上大概不可能亲中了，大概基本上都是反中了，不然的话，在美国政治就不正确。那贺锦丽会选他，主要是因为其实第一个他也是小镇出身，他跟范斯有点类似，那但是他的经历比范斯更没有那么耀眼。因为范斯还是异军突起一下，白手起家就这样起来。那他是一路从高中老师，然后足球教练这样子，也没有念过什么常春藤名校，就一路这样起家了。所以他更有那种很平实、很平易近人那种感觉。他最近的 "where" 那个词已经变成他们的选举口号之一所以他们认为他来的话，可以帮助贺锦丽去顾铁锈带的票，然后去跟范斯抢这个票。那当然能不能发挥这个效果，就看他怎么样去运用。不过看起来这个人其实虽然是高中老师出身，你看他在造势场合上讲话也蛮犀利。是啊，对啊，你看他这个首秀攻这个川普就攻得蛮凌厉。我觉得他台风不逊于贺锦丽，甚至某一些程度甚至比他更稳了。那但是他也有弱点，他弱点是什么？就是那个当年造成那个黑命贵那个弗洛伊德事件。其实就是发生在他的明尼苏达州，你知道，当时他的反应太慢，3天之后才开始有动作，也被人家骂了个半死。所以这种东西，每一个人嘛，反走过必留下痕迹，一定有利有弊的。所以这就看他们自己怎么样去调配，看后续的发展。那导致这一次的奥运呢，我必须讲，针对性实在太强烈，也就是大家会竞争难免。你看我们也曾经有组过喊好想赢韩国啊，对不对？对啊，就是这样，难免会有这种针对性，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你说自己大家去比较，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准则要去遵守。像菲尔普斯讲这种话就有点过头。我就觉得，如果说验出禁药就应该终身禁赛的话，那你美国队很多人就要终身禁赛因为美国这几年被验出禁药的可不少然后我们再来看的话，先不要说这一次为什么美国游泳选手每个游完脸都发紫你美国队是有名的哮喘球队整个球队一堆人全部都得哮喘症，包括菲尔普斯自己。菲尔普斯在游泳的时候，在他全盛时期拿8面金牌的时候，他有癫痫症，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特许他可以用药，然后骑就骑在什么你知道？等到他开始退役了，不游泳了，他的癫痫跟哮喘全好。是怎么回事？然后更奇怪的就是他癫痫跟哮喘全好的人应该更健康，对不对？他开始变瘦，他现在你看他骨瘦如柴，那个脸都凹下去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正常退役的选手应该会发福像最近被人家嘲笑的那个桌球教练，对，不对，那个羽毛球教练，对，那个当年是拿过混双冠军的，对，张军对，张一拍他现在变好胖，就因为就退役了嘛，就变胖了嘛。所以这一切都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嘛。
那实际上，美国因为奥委会主委特许的关系，他们享受了一大堆特权，甚至有人可以不用药检。那中国大陆被验了600多次，那请问一下，为什么该被质疑的是中国大陆队，而不是美国队？这不是很令人奇怪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觉得，针对到这样的程度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那种竞争心态，这已经变成有点不择手段，已经有点变成恶意栽赃了。我真的觉得，美国如果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堂堂的世界大国的话，什么事情看证据讲话，不要老是用影射，这样叫下流龌龊。好，我来请教윤老师，윤老师的看法呢？当然呢，这个实际上这次奥运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对于中国来讲，其实说明了3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啊，这个体育跟政治是不分开的嘛，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一个不打仗的时候的话呢，显示国力的方法就是奥运嘛。这个是从1936年德国举办奥运的时候就看得非常明显嘛，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奥运从来就没有跟政治脱离过。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会觉得说，这个美国本身在奥运当中的话呢，长期来讲就是试一些重要的项目，尤其是田径啦，或者说是这个游泳啊，一直视为自己的一个比较能干的一个区域啊，然后怀疑别人啊。那菲尔普斯他当初这个号称飞鱼的时候，大家基本上也就用欣赏的角度来讲，他今天讲这种话的话，他知不知道自己讲这种话的话呢所负担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个人不适合对于集体的规则来发言的。这一次奥委会也分明的对美国强调，甚至要拿出盐湖城的那个冬季奥运的那个取消他的主办权的原因，就是在于说是你用个别的国家针对另外一个国家的话呢，做出这种严格的挑剔跟这种麻烦的检验措施，就基本上违反了奥运的这种中立的精神。然后第3个部分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一点，那个中国的泳队实在是很厉害啊，对不对？因为那个尤其是那个潘展乐，他能够同时在100自由式中啊，男子单人100式，还有以及混合4式的400公尺，都同时2次都打破世界纪录啊，在一个奥运场合。但是我必须要知道，菲尔普斯跟这个潘展乐的比较的话呢，菲尔普斯当时是全包哦，那一大堆金牌啊。那潘展乐本身的优秀的话，他这次的话呢，就是得到那个100公尺的这个自由式的时候，他差点连决赛都进不去啊。这个我觉得说有高有低的话是正常啊，你吃药永远在高潮当中。虽然我坦白讲啊，我没有什么理由说明这个美国队啊什么的是这个吃不吃药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以奥运不应该有这种歧视。那中国要忍耐这一次的这个委屈啊，可是一次就好，因为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官方讲过任何。我听到潘展乐自己也讲说，只要在规定之内，只要在限制之内的话呢，我们就是虚心接受啊。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另外的话呢，讲到美国的话呢，就不得不提到美国的大选。那贺锦丽找到沃茨的这个 Tim Watts 的话呢，本身来讲，明尼苏达州的这个州长啊，就是他跟那个川普的那个副手啊，那个叫 Vance 的，他们其实他们的一个是来自于 Ohio 嘛，然后另外明尼苏达，他们都叫 Middle West， 就是中西部，他们的背景是比较相像的啊，也就算是我有一个名词了，就叫铁锈区了啊，就是说实际上他们找这个副手的人选，就是为了要争取选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但是我这边要强调一个重要的这个线索，就是200万美元呢是6.5亿台币啊，实际上跟贺锦丽，我觉得200万美元的这个募款的情况没有很理想啊。这大家要了解，这个贺锦丽的高潮的时期的话呢，就是剩下来大概要到了9月份跟川普在辩论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出新的一波受欢迎的程度。否则的话呢，我觉得，因为贺锦丽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大家普遍就是仇恨川普的感觉比贺锦丽本身有什么能力要强得多。这也解释为什么从贺锦丽出来，川普不太讲话的，因为什么？川普一讲话，人家就讨厌嘛。他为了避免让人家讨厌，他少讲话，他现在累积到的能量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说是那个尽量要能够做这样子的安排。不过，美国这一次大选出现的一个结果，很明显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说贺锦丽也好，川普也好，他们本身的立场是完完全全是分裂的情况。我觉得一般说来的话，美国目前为止在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都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这种分裂的局面的话，它不是单纯的分裂在一个好像这个
大家这个平常讲的这个意识形态上分裂，它这个分裂是历史性的，而且结构性的。一个的话呢，认为自己的话呢本身是很自由的，另外一个的话呢，认为自己是应该保守的。所以我觉得举一个例子啊，那个很多人在理解说，那个范斯在提到说是那个没有生小孩在家玩猫的人，什么不适合当美国的领袖啊？大家知道吗？川普说什么？川普说范斯是在宣扬家庭价值。他讲这句话是有保守主义的倾向，这一句话本身来讲，有很多很多的美国人是听得进去的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人都是很自由的那个是因为我们平常接触的主要是在加州跟纽约州一部分的人，对，我甚至于我敢讲，绝大多数人是重视家庭价值。没错，其实美国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保守。对。贺锦丽挑沃茨担任他的副手，他是一个资深的政治人，也当过州长的，所以他是历经了百战跟万斯就有很大不同的。万斯才2年的政治经历，所以我们看到在跟这个群众之间的接触中，万斯是越搞越让人家讨厌，很多人越看他越不喜欢。但是沃茨，我觉得一个身经百战的一个州长，而且当过这个国会的议员他本身可以恰当的来帮助这个贺锦丽巩固白人底层的票，因为他就是一个在白人底层出身的人，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对于白人的社会这个是有加分的一个功能。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在过去对中国很有好感，所以他有很多的赞美支持，那这些一定会被川普的阵营。共和党的阵营拿出来做文章，而贺锦丽为什么不在乎？这代表贺锦丽也释放出一些讯息，也就是说，如果他赢的时候，那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会走前面的路，不然的话，各位你想还在选举中，如果这个会成为负面的攻击的一个对象，造成他落选，那一切都免谈。对，而他为什么不在乎？他为什么可以承受、可以接受？我想，这个对川普来讲，他们一定会对于这个 Vance 的在过去因为你看他最早在去中国大陆访问的第一次的照片已经被拿出来了，那很多的反中媒体都已经把他登出来，把他当初的这个新闻资料都拿出来说，这个人是最早接受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首批的到中国教书的人，而他过去一直赞美说中国对他来讲帮助很大等等的这些词，那为什么贺锦丽不会在乎？我觉得这是释放出一个讯息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 WADA， 也就是世界的反兴奋剂的检验中心，他已经这个主席现任的他说美国的职业球员、美国的职业运动人员跟大学的运动人员90%都吃禁药。而美国的奥委会的很多的运动员都是从这2个单位里面来取材。像奈顿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田径的新星，他就是被验出阳性。而美国的 USADA 要到2个月以后才去那家餐厅去检验，而检验的过程中发现那个他所指控的说他是吃了东西，而那家餐厅才刚刚换了一批，而换了从过去没有禁药竟然换成有禁药的，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好，如果从这个逻辑上来看，我觉得中国奥委会有权利也有义务要求比照对美国的田径的运动员比照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检查的频率多少，美国的运动员就应该接受同样的频率的检查。是。不过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中东的局势，我们看到前一阵子非常紧张到底这个伊朗什么时候会做一个还击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是巴勒斯坦的主席，他就讲说，哈马斯的领袖不是被这个暗杀身亡吗？这个目的是要延长战争。加萨走廊的战争本来看起来要落幕了，看起来要谈判了，现在把这个主要的谈判者哈马斯的领导人给暗杀，那就让你这个战争没完没了的下去了嘛我们看到现在上来的担任哈马斯的新领袖的人叫做辛瓦，这个人非常强硬据说去年突袭以色列的主谋就是他所以你看看鹰派的人上来了，到底该怎么谈？
哦，到底这个加萨这个地方会不会有宁日？看起来不会有嘛。好，那我们看到呢，包括辛瓦的这个 statements 就说，哈尼亚被暗杀之后，我们准备继续战斗。哦，所以看起来以色列跟这个加萨走廊哦，这就跟哈马斯中间的这个战斗不会停止。美国说要调停，可是不容易哦。我们看到布林肯今天呢又跟辛瓦说：“哎呦，你来这个接受这个停火协议吧。”说归说，可是实际上呢看起来不乐观。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美国哦，现在呢做了一个事，他摧毁也门的这个叛军的武器，我先把你摧毁，因为你可能会跟伊朗联手来攻击以色列哦。所以你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讲说，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因为一直不断的在作乱，所以我们在这里把它摧毁。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红海上面的商船的确被胡塞组织做一些攻击。而另外呢，我们也来看看美国的咆哮者电战机现在大升级搭乘航空母舰，急急如律令的赴往中东将要挥拳。来，请这个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所谓新配备的次世代中频干扰器电战夹的这个咆哮者电战机他们说这是美国对抗伊朗防空系统最强大的武器之一那这些夹舱是首次出海部署的也提供大幅升级的干扰还有电子攻击所以你看到的图在这里它在这个航空母舰上面的样子蓄势待发。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现在中东的紧张局势也看到了各型的武器、各型的这个航母、各型的战斗机都来了，而美国空军 F-22的战斗机中队也从阿拉斯加的基地一同飞往同一个基地所有的这个武器、所有的这个军备都过来了，那这个战争会爆发吗？它会升温吗？当然有一些国家会担心，包括日本、包括南韩，就说：“哎呀。”你现在还逗留在中东的公民啊，你赶快离开黎巴嫩、以色列这些地方，有飞机搭你就赶快搭民航机出来因为这个报复的行动可能随时都会开始。而我们看到真主党的领袖也说这些他做了一个演讲嘛他做了一个电视讲话，说将强力报复以色列可以跟伊朗还有也门这些盟友合作。我们在大白话的节目里头也讲了很多次在中东这些周围包括也门、包括黎巴嫩这真主党，包括伊朗包括甚至叙利亚，其实都可能多战线来对付以色列。可是以色列他自己的军队很强大，包括美国人帮他所以看起来也很难很难就是可以让这个伊朗做出他想要应对的一个报复行动。什么时候开始攻以色列？这是外界都在观察、都在问的拜登跟贺锦丽现在还在执政嘛，在美国也不知道。国安幕僚也还没掌握，至少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这个新的情报泄露出来。不过川普他一向快人快语，他一向说我知道任何事，他是懂王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礼拜五的时候5号的时候他就讲了说伊朗今天晚上会动手结果网络不断很多人开始笑他说我超讨厌你这个大嘴老人你没有爆头之后变成世界的股市爆头，一直在散布假消息所以让股市大失血所以川普就像赖老师讲的，常常讲错话现在他也收口了。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会介入吗我们看到埃及的外长跟王毅通了通电话他们担忧哈尼亚遇刺的事件会导致中东全面战争，所以王毅也做了一些态度他说希望这个不要让这个地区的局势推向更危险的境界，我们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如果有任何进一步的武力冲突的话。来请教赖老师。好不容易有个北京宣言先把这个巴勒斯坦的10几个派系整合成为一块，也就是说彼此之间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谈，推出一组代表人员，可以跟以色列好好的来谈永久停火的问题，跟人质交换，还有就是这个占领区，还有就巴勒斯坦建国的等等的这些事宜，也就是谋求中国永久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好不容易有个北京宣言，大家都知道这是得来不易的成果，结果马上就被破坏了。因为这次的哈尼亚被杀，其实我们都想当然尔
可以知道，第一个，哈马斯不会因为这样就胆怯了，就退却了。以色列也知道哈马斯的这种战斗意志不会因为你杀了他的一个领袖，他就退却，不会，他会更加的激进。果然，按照以色列的剧本演出了，推出一个更加的激进，也就是推动这个对以色列无辜百姓大屠杀的这一位指挥官辛瓦尔，由这个辛瓦尔来接任这个，而且是一致通过，立刻通过。这代表什么？哈马斯走入更激进了，这就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要的结果，而这个结果都在预测内。所以我们看的情况就是中东的这个战火还没开始，所以川普的预测是错的，因为还没开始开打。伊朗什么时候开打？还有它周边的这些5个武装组织什么时候开打？我觉得目前来讲，大家都不知道。一旦开打会打成什么样，那这要看以色列的反应。因为伊朗已经讲得很明白，我没有要扩大战火，我没有要把战火燃烧整个中东，所以我不会去杀以色列的无辜的百姓，但是我只以牙还牙，我打的就是以色列的军事基地。那还没开打，所以结果怎么样都还不晓得，还要看以色列被打之后的反应怎么样。以色列虽然已经有放出讯息说，我一定是先发制人，你到人家家杀了人，又要去先发制人，先发制人就是伊朗还没采取行动，你又对伊朗进行攻击，这是不对的。我们目前在看以色列做法，但是以色列已经对于黎巴嫩的真主党先发制人了，所以未来的情况的演变会如何？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当然您提到埃及，很多的国家都知道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可以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们也在希望说中国大陆能够出来管制控制，那么让大家的情绪往下降。可是普丁已经也开始动作了，普丁先派了他的绍伊古安全会议的秘书长先到伊朗去，而且提供给伊朗的更强大的这个防空的导弹系统跟雷达，也就是让伊朗有更强大的能力去对抗美国跟以色列的无人战机跟隐身战机。是。另外，他派了他的一股精锐的部队进入了也门的胡塞组织。您刚提到了胡塞，目前美国正在想办法要削弱它。为什么？因为目前来讲，全世界只有这一个组织敢攻打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包括航空母舰本身，以及包括英国跟美国的军舰。它不但敢攻打这个美国、英国、以色列的货船、货柜轮还有油轮，它还敢攻打美国的航母。那因此，现在美国想要削弱胡塞组织的力量，而普丁却派出精锐的部队进入这个也门的胡塞，就等于是在强化胡塞的作战力。我们担心的是，坦白说，我们最担心的是伊朗也好，或是俄罗斯也好，把它的更高音速的导弹，那么或者是更强大的无人机，满足供应这个胡塞组织，而胡塞组织能够有更大的力量去攻打美国的航母，只要打中一枚，这个情势就会演化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对于普丁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再3点火，再加把劲，再添个柴火。而目前看到了中国大陆是要降温。我觉得目前来看，中东地区那几个力量在角逐未来的情况，大家还是要保持警惕啊，还是很严峻，还是很严峻。是，那苑老师您怎么看呢？我觉得伊朗这一次的话呢，它的方向目前为止几天下来看得很明显啊。那个川普讲错了也是合理的。伊朗他现在主要做的2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像阿巴斯讲的这边是有道理的，就是以色列不怕把事情闹大。所以说呢，这个纳坦尼亚胡在美国这个国会演讲完以后，回去就干掉了这个哈尼耶嘛。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然后伊朗本身来讲的话呢，坦白来讲了，真的是蛮悲哀的了。这么多国家打不过一个
美以联手，真的是打不过。那大家地图一摊开来看，你中间隔着伊拉克、叙利亚的话呢，还有约旦呢。那伊朗这边的话呢，大家都在讲说要动手的话呢，这个事情里面讲的其实基本上是拉长战线的，双方都想拉长战线。以色列是想借着拉长战线的时候，好好把这个巴勒斯坦的问题解决一下。那伊朗这边的话，拉长战线的话呢，就是说要把以色列这个国家拖垮。我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一个事实啊，一个2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啊，那整个正规部队也不过就是40-50万人的这种情况下，以前呢、我们只听过6日战争、7日战争、10日战争，没有听过1年的战争呢。以色列这场打下来的话呢，我觉得再有准备的话，那么以色列会觉得说，他们基本上要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一方面要维持以色列的特别的和平啊。内部的和平啊，那牺牲掉巴勒斯坦的利益，他在所不惜。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以色列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过程中很不容易啊。他们平常晒太阳啊，在海边晒太阳啊，各方面的话呢，他们有一种心理的感觉，就是到以色列是非常安全的。到外围的话呢，他们想办法做一切的保护措施，这样人家才愿意带着钱啊，移民才回来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那现在伊朗的话呢，跟以色列都在玩这种长轴的战象啊，就是说是要以时间换取空间呢啊。他们不晓得有没有阅读我们抗日的历史，就是基本上啊，就是想要把以色列拖住。那现在伊朗本身目前为止的话呢，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联络他手下的代理人战争啊，大概有个5-6个方面的话呢，都会针对于以色列进行的直接攻击。我坦白来讲啊，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不但不怕，以色列正的是希望借这个机会，一次把美国拉进来的同时，要把整个中东地区的问题一次获得一个完善的解决。我觉得眼看当下哈，我甚至觉得说中国都不会有太明显的表态，因为这个仇恨实在是太深太深了。这个仇恨结得非常深哦。那如果说伊朗一直持续被看衰，那他在这个地方不是也很糟糕？所以伊朗必须要去做一些行动来挽回自己的颜面，所以他绝对不会完全不动。但重点是他怎么动，他到底是会像上次一样，就是打个一日烟火，几个导弹打过去，然后被拦截，就算了吗？我觉得这次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哦，恐怕他采取的方式会比较不一样。那因为他中间隔着伊拉克啊这些国家，他也不可能直接挥军进攻，所以我个人认为他最可能的是动员真主党啊、胡塞组织啊、哈马斯啊、周边这些武装组织啊，就是进行长期的骚扰性攻击。这个恐怕不是几天能够解决的。那这个其实正中那个纳坦雅胡的下怀，因为他就是要时间拖长，那你就慢慢拖吧。他的目的就是要这样，所以我觉得现在变成骑虎难下，也就是伊朗明知道这是纳坦雅胡要了，可是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也没有什么别的好方法去对付他，你也必须要挽回自己的颜面。那导致我觉得对于辛瓦这个人，他们现在消息说他现在还在加沙走廊，他是头号目标，然后他从开战以来就一直在加沙走廊。然后以色列到现在都还没抓到他，那也太无能了吧？他不是在地洞里吗？是啊，这个也太无能。那这个人恐怕非常坚韧卓绝，你要抓到他不是这么容易。那面对这么难缠的对手，恐怕以色列有得麻烦了。但是我就觉得布林肯很好笑，他居然是要求哈马斯辛瓦接受停火。是啊，这不是很夸张吗？你是直接叫辛瓦出来自首算了，好不好？你的意思不就是这样吗？他现在如果他可以接受停火，可是以色列会接受吗？他们哈马斯停止攻击了，以色列愿意停止攻击吗？所以我觉得布林肯你在讲这个话，根本就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讲的是废话，所以难怪美军会大量集结，因为美国自己也发觉情势不妙。我相信川普一定是看到美军开始动了，他研判认为说是不是快要打起来？伊朗要动手了。是，那但是。伊朗当然也知道美军一定会动，大家都知道美军绝不可能坐视以色列被攻击，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双方都在等待一个最适当的时机。那什么时候是最适当的时机？有人说就是这个圣殿毁灭节。对，因为8月12号那个时候，有人说是8月12、13，那是不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那个时间点对于以色列来讲是一个特别的意义，好像是一个苦难日，是一个国耻日。国耻。对，因为当年他们就是以前犹太人的圣殿被毁掉。对。所以如果说这个事件，就说那个时候会发动攻击，大家都知道他可能会在那个时候发动攻击吗？绝对不会吧？这个。很难讲，大家都料到了你会攻击。大家忘了有安息日战争吗？对呀，让他们杀红眼，谁管你？对，有的时候他们不见得会管这些东西，所以这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是要看伊朗最后的判断。所以用兵的时候，有时候虚虚实实哦，你很难预料。只是哦，中东这样子的一个乱局，可能会影响到全世界，这是肯定的哦。另外，我们看到我们亚洲南亚这个地方，孟加拉也是很乱呐、他们的总理已经逃走了。我们来看看，包括世界上任期最长的女总理，就是她。哈希娜哦，被人民给推翻，她仓皇逃出国，逃到哪里？逃到印度去。我们先来看看哈希娜，她任期20年，历经了19次的刺杀，逃过好几次的死劫。可是呢，她的确有把经济给带起来，经济有成长。只是她的这个做法让很多人批评。人民民主倒退所以这一次呢，大学生这个群起激愤，还有一些民众到街上去游行，把他从总理府给赶下台，他下台流亡了。可是大家看一下，他蛮奢华的 Dior 的行李箱忘了拿民众狂欢闯进去。搬空他的官邸，连鹅观赏用的鹅都给抱走了。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些领导人可能奢华，他下台之后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景象。您看到有一些东西都被暴民给烧毁了，而整个孟加拉现在局势稳不稳定呢？我们看到临时政府已经组成了，而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尤努斯现在被临时政府聘任为首席顾问，要来领导稳定这个国家。可是印度大家知道印度跟孟加拉的关系非常的紧密印度外长就说我对于孟加拉的危机深表关切尽管这个哈希娜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印度可是他想要转机到伦敦。只是现在呢，英国政府有压力他可能因为他有一点这个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他民主倒退人权倒退被批评嘛，而且他镇压这些示威者，所以呢，希哈娜能不能够如愿逃到这个英国？现在看起来这个不见得可以所以现在看起来局势很混乱。那这个下台的或是这个逃亡的这个领导人的未来也不知道。只是孟加拉的动荡会让印度很 concern， 他很忧心把这个孟加拉更倾向中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孟加拉的地理位置其实就夹在2个大国中间，包括中国大陆包括这个印度。那过去它跟印度是关系比较密切的，可是在这个女性的这个总理哈希娜的这个任期的末尾的时候，我们看到她其实也跑到中国去包括她上个月7月份才见了习近平，然后在外交上面在投资上面都希望中国可以挹注一些东西过来。所以在贸易投资为主的28项协议，2个人他在中国有签订像这样的协议，包括一带一路这些项目，希望都能够引进。可是现在有变数了，那学生示威推翻了哈希娜，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阴谋说好了，就说是不是中国在后面策动？中国跟巴基斯坦合作煽动把这个政府推翻，然后倾向中国这个巴基斯坦总理说，中国的帮助独一无二，因为我们中国跟巴基斯坦本来我们巴基斯坦跟中国本来就是很铁所以他提供给我们非常多的帮助嘛所以包括这个巴基斯坦他的意向说，我愿意跟美国恢复建设性的外交接触，可是前提有就是你不能伤害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南亚这些国家现在跟中国大陆跟这个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其实也是很复杂的跟中东的情势也有一点点像。不过我们看看印度作为一个这个人口大国好了，它也在崛起当中嘛，它的国力、它的武器它的武力也要有一些展示，包括我们看到现在有10个国家的战机齐聚印度，他们做一个跨国的空军演习，某种程度也是一场秀波浪之力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震撼登场，波浪之力说是最大规模的空军跨国的空军演习，波浪之力2024有30个国家参与，其中有10个国家派出战机。那另外我们看到印度的空军副参谋长就说你可以看到各种方方面面的最新的一个军机来做演习。那这次的演习有人就评断了，这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媒体说，
会变成美欧阵营视同拉至中国的西南边界，要防堵中国的扩张的布局。因为大家知道，印度跟中国大陆也有一些边界或者是在这个外交上面的一些不合。那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千帆星座首发成功把18颗卫星打进轨道，这是他们的一个新的太空发展。来，我们请教赖老师。哈希纳是政治家族，因为他的父亲是孟加拉的国父啊。那他的父亲在推动独立成功之后啊，没几年，大概4年多，那就被暗杀身亡了。所以哈希纳就继承了他的父亲啊，有了很巨大的影响力。后来就入主哈希纳的政治掌控了几十年。这几十年间，他使这个孟加拉从比印度贫穷落后变成比印度还更富裕，经济成长更大，人均所得比印度还要更多。但是问题就在于它的人口实在是很庞大，1.7亿人口啊。这个国家您刚刚谈到了，它在于中国大陆跟印度之间，其实它是紧邻印度，离中国还有一段路，因为中间还隔了一个这个缅甸。然后它跟缅甸有矛盾，因为这个跟缅甸的矛盾是建立在罗兴亚人这个部分。罗兴亚人是在英国殖民的时候这一族人是被英国的殖民者那么派过去缅甸，对于缅甸人屠村，杀了几十万人。那这些人后来就停留在这个缅甸。那缅甸政府不给他们身份证，因为他们跟缅甸有仇。那缅甸希望他们回去孟加拉，孟加拉拒绝接受，因为这群人回来的话怎么安置对于孟加拉来讲，不愿意安置这群人，这群人就成为世界的孤儿，无身份证的人到今天为止都还是如此。好，那所以就隔了一个缅甸。可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来讲的话，那么经由缅甸到孟加拉，这是中国大陆它要发展的路。那当然，孟加拉再往南走到这个斯里兰卡然后再往北走，您看到了，那就是巴基斯坦，然后往东就这个马尔代夫这样的一个构成，这样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可是由于孟加拉它本身因为考虑到跟印度的紧邻的关系，所以它一直采用大国的平衡数，就是说它夹于2大国之间，它一直采用平衡数。最近它有一个运河，也就是河流的一个整治计划，那中国大陆的企业都准备好了，也探勘完成了。技术没有问题，资金也没问题，但是哈希纳最终还是给印度做。可是大家都知道，印度的基础建设能力很差的资金也不到，那怎么还是给印度做呢？就是平衡，也就是说避免得罪印度，因为他的理由是说，因为上游是在这个印度，那更上游是在中国大陆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本身对于印度之间的考量，它很多。它的这个导火线就是怎么突然间崩解，主要来自于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好。年轻人有3200万的年轻人，1.7亿人口，1.7亿人口有3200万失业的年轻人，这太庞大了。对，那怎么办？所以因为失业人的年轻人很多，这些大学生失业的时候，他们更看重公务人员的位置。对。可是公务人员的位置这么稀缺，结果他就在这个时候竟然进行公务人员的改革。这个改革还得了为什么？因为保障数扩大了，是扩大到多少呢？56%。所以开放出来考试的名额只要44。对。而这个56里面有30%竟然是给功臣的后代。对。那这个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的后代，已经不知道是功臣的独第几代了。对。世袭。这个简直是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因为哈希纳就是受益者嘛，是他就保障他们的目前的既得利益者，对，那这个还得了？这样的一个情形就引爆了这个学生的冲突。学生的冲突引爆以后，他应该要很敏感的掌握住这个学生的反弹的力量很大，结果他采用镇压，对，这一镇压高压镇压，一有死人就不得了。没错，大约有300，是的。300个学生或者是民众在这一场镇压的行动中死亡。来，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对于孟加拉，对于像是中南半岛或是南亚这边的局势，请教苑老师怎么看？我首先要先强调啊，我小的时候啊，孟加拉不叫孟加拉，叫东巴基斯坦啊。对，啊，你要搞清楚啊，这个国家完全是印度跟巴基斯坦啊，这是狠狠干了一仗啊，然后才获得独立嘛。所以说孟加拉偏袒印度，基本上是有历史传统的了啊。那所谓的国父的话呢，基本上如果说是没有印度打赢了巴基斯坦的话呢，孟加拉就不会有这个国家。这东巴基斯坦是英国人搞出来的，奇怪，那个地图画的是非常奇怪。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原因了。这个我觉得哈希娜本身所做的事情的话呢，其实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啊，这个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那么看样子20年的执政呢，他完全失算了。啊，他失算首先的话呢，就是注意到，其实，在印度跟巴基斯坦，他们或者说是在孟加拉，他们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印度前一阵子闹得很厉害，就是为了那个当兵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就业率不彰嘛，所以大家都喜欢搞国家单位的话，那这次的这个孟加拉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对于一般来讲照顾，但是他这次改变的话呢，他这个过度调高比例，弄得快像世袭一样的话呢，引发了人的当然不满嘛。然后他第二个错误就是他镇压嘛，啊，镇压以后呢，这个人数不得了，那几百人镇压，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当然大家非常不爽了，对不对？然后就直接攻击，然后第三个的话呢，他跑到印度去，然后讲明说他其实要跑到英国去，就是这些都是英国原有的殖民地啊，这些传统当中大家都可以了解到，那你这个跑掉的时候，他自己心知肚明，大概就是大势已去了。那现在孟加拉其实基本上讲起来是一个蛮惨的地方，因为你打开地图看，它大部分那一条整个河基本上都是一些沼泽地，淹水淹得非常严重啊，他妈穷得个要命啊！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非常难过了。就讲到这个，人民很辛苦啊，这强调人又多嘛，你跟我讲1.7亿嘛，对啊，那个而且地方并不大，又很热，往往都是创世界纪录啊。不管讲这些坏处，但是这里面有个消息啊，我就觉得说。就说这个怀疑中国跟巴基斯坦合作煽动啊，这个让我觉得，因为是说两句话，这是友报啊，自由友报所刊登的嘛，叫自由日报，那才发觉自由时报，离这就不远了。我每次的堵车的都看到，就在旁边嘛，就是就在我们 TVBS 附近，对，就在旁边。我必须要强调啊，这个目前情况来讲啊，讲巴基斯坦或者讲中国，他们联手起来搞孟加拉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原因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也基本上印度对于这个孟加拉之间做什么事情，他管的是非常严格的。是啊，但是印度有一个特色，它周遭的话从北到南啊，马尔地夫啊、什么尼泊尔啊、什么不丹什么，跟他处的都不太好。是因为印度本身来讲就是有要这种侵占别人主权的想法。对，我们看到这个总理他逃离的时候，他搭乘直升机哦，那一幕还被民众给拍下来哦，他逃离然后往印度飞过去的那个直升机的画面，其实也都映烙在所有的民众的心中。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的时间留给彬哥。我觉得《自由时报》转述《印度时报》这个报道很瞎。瞎在哪？他说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想要去颠覆孟加拉。他为什么要去颠覆孟加拉？孟加拉这次哈希娜连任第一个去拜访谁？是大陆对，表示哈希娜正在跟大陆关系还不错的时候，建立关系。对啊，所以他干嘛去做这件事情呢？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反倒是印度，你现在要注意啊。因为哈希娜一跑就先往你那边跑，你对留在印度的这些反对他的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对不对？那这些照理来说，这些政党恐怕会叫你把哈希娜交出来吧，对不对？所以你印度自己要去考量，你到底要收容他多久，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英国？我觉得这个是他印度自己要去想的。那当然，印度一直很有很多想法，所以他去举办这些大型的这些彼此之间的演习啊，干嘛？